出来。是你。见过车城。2年未见，还是生疏了。岭南乃蛮荒之地，何事劳烦司臣屈尊前来？云清，跟我回长安吧。孔老帮如今已运转自如，我也找到了接替你的人选。 回去，就我一人。此间虽比长安自在，不过此地山高水远，身份一旦暴露了，我不放心。我在平康坊置了间宅子，不如不去住上一阵子。 那之后，便不再是孔老先生。郑明儿，你留下。北面，你与某一起回长安。 明日便启程。如决定好了，留着吧。我在长安等你。 如若未回，事成之后，我便来岭南接你。你等我。咱们去哪？
先见我闺女。可如此雄壮的美人，见了不可惜吗？小老都有点舍不得下手了。姐，我家秀不喜欢看我的潦草样。香伯，我昨夜梦到阿爷了。阿爷他胡子长了，两鬓多了白发，一脸尘土，比在长安时憔悴了许多。他就站在绣房外面。可不管我怎么叫阿爷，他都不答应。我再叫，他便不见了。阿爷，阿爷！哎呀！阿爷！你让阿姨看看看。阿爷！阿爷！哎，阿姨回来了。阿爷白发多了，跟徐二梦里一模一样。想阿爷没？日日都想，桂花树还没有开，阿爷就回来了。阿爷啊，哎呀，怕秀儿想着心疼，我就在梦里问这桂花树，我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开呀？”他说：“再等些日子。”我说：“等不了，那秀儿等不了啊，我得回去看秀儿去。”哎呀！还是阿爷在岭南交的朋友，跟阿爷一起回长安办事儿。他也是办事儿的差事。他不是，他来长安办自己的事儿。你去找个位置。您拿好啊，成。您来几个？两个。好嘞。哟，李监事，真是好久不见你了。出了趟远门，这些日子一直想你这口。这次还是一个壶饼，10个。好嘞。我知道你叫秀儿，你阿爷在路上一直提起你。我叫阿米塔，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。你不是唐人？我阿爷是唐人。哎呀，整个岭南的吃食啊，也比不上这一口。是吧？阿爷在岭南收到你寄的壶饼，可把阿爷馋坏了。哼，你对他又那么好，阿爷啊，是看得见吃不着，干着急。我让阿爷望饼止渴，阿爷怎么还责怪秀儿来？没怪没怪啊，绣得好，绣得好，绣饼充饥，绣得好。李监事，您的汤匙。阿爷，你吃慢点，你都吃6个了。这一路上颠得3魂7魄，回味了。
吃不惯啊。哦，没胃口。这长安的卖面呢，这是绝味，特别是这家店，你看，里边是羊肉馅儿啊，掺上姜末跟碎芹，再撒上丁香粉，绝味啊！啊，别浪费了。带上。来了长安，不用这么忧心忡忡。想必空浪已经把信寄来了。这2天静安师傅派来巡。今天呢，我跟秀搬到归义坊的老宅子里住。我那个租的房子呢，你要不嫌弃，我就先将就一下。你肯把房子借给我住，谢还来不及呢。尝尝。别说话，快！哎，你那边再来点，来，遮住了啊！张叔，哎呀，那就辛苦你们了啊！哎呀，你忙你的，政事甭管。这回来没说上2句话，哎，忙去吧，忙去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等我户部办完事儿，我去老宅找你们。记住了啊，你是主人，阿米塔是客人，你好好招待人家。阿爷都回来了，还不陪我？阿爷这差事是以时辰相敬，我早些回来给你变花篮。看你有几分诚意，便准你1天假吧。哎，热，走了。哎，这位官人，不知这位官人今日来我户部是有何公干呢？承蒙圣人厚爱办差，辗转粤语自费耗尽，故来批些钱粮用途。啊，那您是找杜之郎中啊，还是员外郎啊？诸位大人公事繁忙，不知您此前可否提前打过招呼？哎呀，我刚回长安，还未曾……那便是来问询的。您可以去找分判钱谷出纳的主事啊，一会儿跟着这2位大人走便可。几位请随我来。请。是要喝的，刚来一桶好酒。哎，皇兄今日来得早。哎呀，我本来今天也是，方才洗了口马车来。这位同差，这户部日是这光景吗？这位兄台看着有点面生了啊，某是第一回来。哦，看得出来，此时才到，连交物都不曾备。今日啊，这算是人少的了。那今日能排上吗？能，你且安心排着。我看今日顺遂，等待会儿排到了，你把札子交上去，然后呢，再仔仔细回了主事的问话，或许明日你便能得偿所愿。哎呀，这今日办不完吧？倘若你清早排在首位，手脚利索，所办之事呢又不是很难，或许1日之内能把事办完。哎，不够，还得恰逢当值的主事啊，开心。譬如刚发了新凤，或者新娶了婆姨。总之，只要他高兴，你的事儿就好办。如此天时地利人和，
凑在一起，方能一日办成。若非如此，4日5日都办不完。哎，这官人磨叽磨叽，都等着呢啊！稍安勿躁，这是宫里来的。哎，怎么这熙熙攘攘的？户部就出一个人，一个出纳主事，他不能多出几个人分担一下吗？分担，这户部自尚书往下，再到侍郎，再到郎中及员外郎，再至度支司一众官员，各在其位，各司其职。你倒是想让谁来分担啊？是郎中，还是员外郎？啊，不敢不敢，那些官人我也没资格求见。所以嘛，既然如此，不如随遇而安。那各位同臣都知道这种情况，今天来的为什么这么迟啊？咱们在各自的衙署内，那必然是整日正襟危坐啊，稍有不慎便会被上司诟病，能有在这儿待的轻松自在呀？正是如此啊，与其起早贪黑一日办成，不如分作3日。若是时运不济啊，兴许得办个4日5日。哎，放在上司眼里啊，咱们这是在为公事奔波操劳啊，日子也就轻轻松松过去了。哎呀，这桂花树快枯死了。莫要乱讲，这棵桂花树是忠义之树，你怎么懂的？何以成忠义之树呀？阿爷领了圣人的旨意，离开长安时，告诉过秀儿，桂花树开的时候便是阿爷的归期。这棵桂花树知道阿爷此行必是艰难险阻，所以隐忍不发。他是想给阿爷多争取些时日，好让阿爷在秀儿面前不做个食言的人呢。听你这么一说呀，还真是一棵忠义之树呢。你跟我阿爷是如何认识的？你阿爷呀，刚到岭南的时候坏了我的生意，把岭南搅得鸡飞狗跳的，想不认识他都难啊。可阿爷说你是他的朋友。后来我遇到了点麻烦，是你阿爷帮我离开了岭南。他是个好人。阿爷去办的是圣人差事，要与时辰相敬，却有时间帮你。所以说呀，你阿爷是个心善之人，我很感激他。那倒不必，阿爷心善，不管是狸奴小狗还是花花草草，他都会救的。大家呢？当年，我阿爷为了给阿娘买药治病，将这房子给卖了，但是他心里一直念着阿娘，才有攒钱买了回来。你看，这桂花树都是我阿娘亲手种的。如今像你阿爷这样重感情的人，可真不多了。他也就是舍得对我和阿娘好，对别人他抠着呢。阿爷靴底有了破洞，他舍不得丢，还与我说这叫天不知地知，人不知我知。还有，每次买桂花糕，他总是举棋不定，夹着比来比去。其实他早就挑好了，那是摘咱那些散落的桂花糖呢。哎呀，能有这般算计的也只有你阿爷了。不过，他虽是简朴了一些，但确实是个有心之人呢。他攒钱不都是为了给你吗？他不止抠啊，他年纪也太大了。年纪大又怎么样了？像他这样的无邪之人呐，可不常见呢。况且经历了世事，还
还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。我发了，不与你闲谈了。是李善德回来了。我瞧见有人往那宅子里搬东西，但是没瞧见李善德。倒是看见一女子，那屋子里好像还有李善德那闺女。女子。石新娘，那是我们施了功德跟李善德，才能保他梅开二度，重回长安。我要抓紧这次机会，把天的福报如数收回才好。不然的话，恐怕他将福报散耗在女人身上了。说的正是。他有钱找女人，自然也该有钱把欠咱们的还了。既然这李善德不肯露面，你便把那女子请来，我要与他好好谈上一谈。诸位，眼看就要到晌午了，现在只能再接待一位官员，其余只能明日再了。什么？只接待一个人？那不是等了一上午了，就这么几个人了，还不得先把事情办完吗？啊，就是。列位只管着自己分内的事，可主事要管所有的事情，有心一口气办完，但这身子骨也不答应啊。大家这么围着，我也不知道先来后到，不如大家选出一位，谁先来啊？我这个事情它有轻重缓急的，应该择其重者先为之，不重者后为之。我是真有急事。你这话说的，谁的事儿不急呀？我督办长安沟渠清理事宜，都跑了5、6趟了，再拖下去，万一这下了大雨，长安粪水四溢，各位同差，这是什么个场面呀？大人说的有理啊。那你这是急？哎，我的事儿也很急啊。这西市方门年久失修，今日更有木梁坠下，还砸了一位官人的脑袋，害得西市口大街的车马堵了1个时辰啊！若不急修，他日若是坍塌砸死人，各位再想想这个场面啊！重大呀，此事重大，确实重大。那跟2位这迫在眉睫的事儿比，我这运荔枝的事儿确实没那么急啊。你是谁？啊，你是荔枝使啊。哦，原来你就是荔枝。哎，李大师，李大师，久仰。你们知道我？岂能不知啊？某便在上时局当差，那帖子最早送到我们那儿，无人敢接呀。后来得知这鬼差是被您给接了，某顿时心生敬仰，无缘得见啊。这坊间传言您这差使是上林署的同僚给您挖的坑，我就是挖坑的呀，我一直都不信，我深知这挖坑没有那么容易，那得训练大家伙同心协力方能达成啊！而且只要有1人通风报信，并前功尽弃呀。难不成您在上林署连一个亲近的同僚都没有？坊间传闻，这个不可尽信，不可尽信。莫非您是主动求的这份差事？哎呦，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莫非大使是被人抓住了痛脚？不妨展开详细说说。对，没什么可展开的。哎，既然你接了这个差事，便能赶紧去岭南捞些，劳心劳力的运荔枝啊。怎么有时间回长安了呢？所以呀，我来这儿不就是办这事儿的吗？诸位，到底挑选出来没有啊？主事还等着呢。如果没人来的话，主事便要下职归家了。李大使先吧，李大使先不着急，来，行，李大使，行。你便是那个荔枝使？看来我这身份已经传得朝堂皆知了。你来找我干什么呀？这天下的钱粮调度都归户部管啊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既然是圣人钦点的荔枝使，不便拘泥于此规矩，你走吧。这事不必从我这里过手。主事啊，要是一般的差事呢，我大可以跳过这些规矩，直接从国库支取钱粮。但是运荔枝，它不仅花费钱粮，还需要各个衙署紧密配合，所以这个差事还真得纳入咱们户部的办事流程才行。
那我便按流程办了。听主事的。首先，你这个字太潦草了，当初是怎么过的吏部试啊？事出紧急，望见谅。吏部选官有4个标准：身、言、书、判。首先，你这相貌枯槁，声音干涩，字又凌乱，这3条都不合格。至于这判嘛，你要运多少吏治到长安？无论是1枚还是2瓮，都需要这些钱。那2瓮有多少枚呀？40枚。你知不知道，从河南借送租庸到京城，官价缴费是每拖100斤，100里100文，赡板120文。从岭南运个老实的荔枝，居然要700贯，太多了。700多贯，平均下来，1枚耗费17贯500文。要知道，西市1头3岁口的番邦公骆驼要价15贯不到，当本官是忙的吗？本使设计的荔枝转运之法十分迅捷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花费太高。你知道就好。这个费用是不可贪的。当年裴耀卿修河口仓与漕河，虽耗费巨大，但修成后可以逐年均摊成本。可是你的荔枝转运之法，诸项用度，譬如马匹、兵块、人员、器具、调度工时等等，这一次用完了，下一次还要从头来过。泸州也有荔枝，你为何不从那里运呢？岭南莫非有你的亲戚不成？是圣人钦点要岭南的荔枝，我是遵旨办事情。你是遵旨，我是照章办事，这钱不能批。主事，我在岭南已经奔波月余，呕心沥血，我已经说服那些商人自愿报效，不劳朝廷真出钱。左手省了钱，右手就得免税，最后都是商人得利，朝廷负担。这是圣人派下来的差遣，你不纳吗？好叫大使之，户部虽掌预算，只不过是奉诸位堂官的命令罢了。你去药铺里抓药，总要医生开了方子，才好叫柜台伙计配药，不是？有了中书门下的判押，本主事定会尽快办理。主事方才不是说圣人钦点，不必拘泥这些规矩吗？李大使，方才我说无需过手，是你口口声声要按流程办。我按流程办了，你又不守规矩。我一个小小主事，就是个办事的，你何苦在此为难我这把老骨头呢？有本事，你找政事堂里的诸位相公闹去呀！左相，据云清所言，何有光已将此女手中的证据销毁殆尽。仅凭何有光的效忠信，尚不能以此撼动右相。此次云清借助阿弥塔，算是在岭南撕开了一道缺口。如今右相正忙于操办贵妃的寿诞庆典，无暇顾及其他，这正是我们继续搜集确凿证据的良机呀。所言极是，何有光不敢让右相知晓阿弥塔已返，故只是派遣亲卫在岭南秘密搜捕。今日杀人灭口，阿弥塔虽无铁证在手，却也是关键人证。
某已派人暗中护探周全，找机会尽快与他会面。某与右相彼此之衡对峙已久，也到了肃清奸佞、匡扶朝纲的时候。当今朝堂上趋炎附势、见风使舵之徒不在少数，所幸有左相的风骨支撑大局，我大唐江山方能尚存一线希望。速速传信给允清，告知他时机已至，务必做到谋定而后动，不可有丝毫闪失。走了，香，乖乖跟你阿爷回来。啊，谢谢阿王。哎，这真乖。回吧。哈哈哈哈！这位小娘子，我们是来找李大使的。你们是何人呢？啊，李大使之前买这个宅子，是我们出手相助，给他施了些功德。功德？啊，你们喜欢称之为本金？哦，就是放贷的。哎，物是俗物，这话嘛，自然要讲得清新脱俗一点，避免沾染铜锈。也不要理他们，他们是坏人。不巧啊，李大使呢今天不在，改日再来吧。哎，小娘子，我们也想改日啊，可是这明日复明日，这李大使的明日还能有多少呢？啊，李大使领了圣人的美差，这件事情整个长安城都传遍了。哎呀，这件事儿我们同情之余，不免担心呐，当初的功德是不是施得有些草率？今日既然见到了李大使的有缘人，那我们自然不想错过这个面谈商议之机，还请小娘子随我回去见见我家主子吧。是这样，我呢是李大使的朋友，他的事儿啊，我做不了主，我随你们去呢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您的意思呢，我听明白了，李大使回来一定转达。哎，只怕打草惊蛇了之后，我再想见到李大使一面就难如登天了吧？这位小娘子，李大使都回了长安了，这又搬回了我们共同努力得来这个宅子居住，您再继续这样推诿我们，只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是冤种大头。我们这些人虽然讲究仁义礼节，可是兔子急了哪还要人呢？您呐，可别逼我们都失了分寸了。都是生意人嘛，和气生财啊。随你们前去便是。这闸子如何呀？这事儿，你应该去找这专判出纳的主事啊。我去了，我刚从那儿回来。都省六部就是执行命令的，真正做决断和决策的还是中书门下的相王。哎呀，这有点为难。为何呀？我是赤峰的吏之使，都不能向东府递交堂帖吗？你可知这里为何有五房啊？为何？天下事情那么多，相公们怎么管得过来嘛？这送进中户门下的闸子，都要先通过都省的6部审议，小事自审，大事附上意见之后，再送到我们五房，我们才好拿给相公们议嘛。那所以呢？所以。你就不能把这闸子直接送到这里来，
要先送到户部，由他们审完之后再送到堂后户房，这才是最正规的流转。那如此，这不就陷入循环往复了吗？哎呀，成者物之准也，便如那流水自上而下，才能顺畅自然嘛，此谓流程。你要按流程办事啊。哎，刚洗过，刚洗过。哎，这护房的体质森严，没法把你的闸子塞进去。不过，另有一条西径，你倒可以去试试。天下诸州的贡物，都是先送到太府寺里转存。荔枝的事情，你找他们就没错了。你明天再去吧。今天这光景，你赶过去，他们马上就要下职了。带妹妹出去玩吧。随我来。去吧。说吧，这强行把我们俩请来，肯定有什么要紧事吧？妹妹看着像是爽快人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你那新来军李大使从我这里借了150贯，买下那归一方的宅子，可这钱一旦带出去了，他便接了个死差。到了6月初1，恐怕要与我们阴阳两隔了。我放贷是为了赚钱，不是为了做善事，所以今日请你来，就是想说，既然回了长安，就把欠我的钱都先还了。既是放贷，便有契书啊。李大使若是没有按期还钱，那是他违约；若是姐姐不按规定收钱，那就是你违约了。做生意不按规矩，怕是到哪儿都站不住脚吧？按规矩办事，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这规矩嘛，得由我来定。我既然敢在这长安城放贷，自然有100种办法把钱要回来。你真的想好了，要与我撕破脸吗？6月初1之前，李善德是圣人钦点的荔枝使，你就算是撕破脸了，你能奈他何呀？所以你们是笃定了，不还钱了吗？他在岭南啊，还真拿到钱了，而且他把这钱全数都投在了荔枝转运的实验上。他拿着钱换的是他活命的机会，所以他此番来了长安，一拿到批文，便可以完成荔枝转运。
姐姐你就不必担心了。这6月初1，他死不了。怎么又打架了？平日里他笑话我头大，我也就忍了。他竟然敢说我阿爷领个死差，活不6月初1，我不早喊他！别有，行别行。哎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你阿爷又有差事啊？他说他今日有8个头手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！不是，那你们总得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哪儿吧？我去哪儿？海皇准是死求国，欲多年求不得。要家有女出朝臣，要在神贵人为生。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一朝选在君王侧。眉目一笑百媚生，流光凤带无颜色。花秋池，温泉水花洗凝脂。死而夫妻交无离，死时形成恩泽死。永定花叶金不摇，芙蓉帐暖都成香。长啸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承欢寺也无闲暇，头从春游也转眼，后宫佳丽3000人。春爱在一生。